只要你有中国内地居民身份证，你本尊到了香港境内，连上香港地区的 WiFi， 通过行的 APP 上传你的相关证件，即可实现零门槛开户。嗨，大家好，欢迎来到顺手牵羊资产配置、移民旅居、国际教育，我是独立离岸顾问 Sean。自2019年发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来，香港作为当今世界的第4大国际金融中心，就提出了金融科技2025的宏愿展望。随之而来的就是8家虚拟银行应声落地，取得了香港金融监管局颁发的银行牌照。它们分别是众安银行、蚂蚁银行、平安、一账通银行、天星银行、富荣银行、理汇银行、WeLab Bank 以及 Mox Bank。那么这些所谓的虚拟银行到底靠谱吗？和香港传统银行如渣打、汇丰、中银等相比，有何优劣势？这8家银行分别又有什么样的定位和发展成就？话不多说 ，Let's get into it。虚拟银行 Virtual Bank， 这是源自香港的一种叫法，其实就是我们频道经常提到的 Digital Bank 或者 FinTech。在我看来，用更为主流的中文表达方式，就是我们频道经常提到的数字银行。既然今天讨论的是香港这8家数字银行，那我们还是按照香港的说法，统称虚拟银行。香港金融管理局 HKMA 曾这样总结：引入虚拟银行是香港迈向智慧银行新纪元的关键措施。虚拟银行的发展可推动香港的金融科技和创新，同时为银行客户带来新的体验。对于香港的实体银行来说，账户存款少于1万港元的账户，对银行来说基本是无利可图的。如果一个账户长期不使用或者没有存款，银行还必须每年向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交报告，这也会带来额外的各项成本。因此，香港的不活跃账户往往会被冻结，这也是香港渣打、汇丰和中银等传统实体银行对非本港居民开户门槛越来越高的原因之一。虚拟银行和实体银行相比，没有实体网点，可以实现线上全流程服务，更加便捷高效，这样能够大幅节约成本。对用户来说，通常也没有最低存款和开户门槛要求。在实际运营中，虚拟银行的审核成本大幅简化，优势在于扩大其用户群。由于香港的反洗钱 AML 和了解你的客户 KYC 法规主要针对高风险资金，因此他们也为这一群人优化了审核流程。虚拟银行可以比传统银行更快地完成审计过程，个人账户也可以在几个小时内开设，而传统银行开设中小企业账户通常需要1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这也是由于 AML 和 KYC 的要求。OK， 我们马上来看看香港这8大虚拟银行各有什么特色呢？一、众安银行 ZA Bank。 众安银行 ZA Bank 恐怕是香港所有虚拟银行里边知名度最高的。为什么呢？因为该行是香港成立于2019年第1家获得香港金融监管局虚拟银行牌照的玩家，而且该行还有一个香港之最，它也是香港首间同时支持香港居民及访港内地旅客在港线上开户的虚拟银行。什么意思？只要你有中国内地居民身份证，你本尊到了香港境内，连上香港地区的 WiFi， 通过众安银行的 APP 上传你的相关证件，即可实现零门槛开户。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这家银行靠谱吗？众安银行由来自内地的众安保险和百事达控股合资创立，除了是香港的第1间持证虚拟银行，它在今年4月份也提出了 Banking for Web3 的发展蓝图，并与香港第1家持牌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Hashkey 官方合作进行法币出入金服务。此外，众安银行也是加入了香港存款保险计划，为每个账户提供最高50万港币赔偿保障。靠不靠谱？各位看官，您说呢？2. 蚂蚁银行 Ant Bank。 蚂蚁这个词是不是听上去有点熟？没错，它就是大名鼎鼎的蚂蚁金服集团旗下位于香港的虚拟银行。而蚂蚁金服又是阿里巴巴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像是中国内地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支付宝阿里 Pay 也是蚂蚁金服旗下的。和众安银行一样，蚂蚁银行同样支持香港居民和访港内地居民在港线上开户，同样也加入了香港存款保障计划，为每个账户提供最高50万港币赔偿保障。3. 平安一账通银行 PAOB。 平安莫非跟大陆的平安集团有点关系？没错，它就是中国平安保险集团旗下全资的香港虚拟银行。
和众安和蚂蚁银行一样，也加入了香港存款保障计划，为每个账户提供最高50万港币的赔偿保障。但是和前2家银行不一样的是 ，PAOB 目前仅支持香港居民和香港企业开户，访港旅客 sorry 啦。看上去 PAOB 没啥竞争力，但是它更专注于企业融资贷款，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借款方面。比如 PAOB 推出了名为1亿贷的服务，旨在为香港的中小企业提供最有竞争力的贷款。4. 天星银行 Airstar Bank。 天星银行难道是由维多利亚港上的轮渡集团天星小轮投资的吗？ No。此天星银行虽然不是小轮投资，却是大名鼎鼎的小米投资。用小米手机开户小米银行，哦不，天星银行必须很顺的啦。话说，天星同样加入了最高50万港币赔偿的香港存款保障计划，同时也支持香港居民和访港内地居民在港线上开户。5. 富荣银行 Fusion Bank。 先看一下富荣银行的 logo， 腾讯战略投资。原来大老板是企鹅家族，幸会。和其他银行一样，它也加入了香港存款保障计划，为每个账户提供最高50万港币的赔偿保障。但是富荣银行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目前仅支持非美国公民的香港本地居民开户。6. 理惠银行 Livy Bank。 理惠银行主要由中银香港、京东香港和怡和集团作为前3大股东。和众安、蚂蚁、天星这些内地巨头加持的银行一样，理惠银行同样加入了最高50万港币赔偿的香港存款保障计划，同时也支持香港居民和访港内地居民在港线上开户。目前，理惠银行今年更全力提升了中小企业的商业银行服务，能为包括内地居民注册的香港公司提供开户服务。WeLab Bank 这家银行居然没有中文名，是不是一间纯洋人的银行呢？ Sorry 啦，这是一间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创办的银行。大家要是感兴趣，去他们的官网看看的话，就会发现他们的中文全部是用港式粤语所写。我作为一个无法熟练运用港式粤语的中文爱好者，硬是靠着他们的英文网站，我才读懂了其业务介绍。该行也能为每个账户提供最高50万港币的赔偿保障，但是目前仅支持本港居民个人开户。Mox Bank，Mox。看起来这么地道的英文，应该是一间100%的外资银行了吧？抱歉，各位看官，您又猜错了。MOX 代表的是 Mobile Experience， 流动体验 ；Money Experience， 财富体验 ；Money X， 财富倍增效果等等，是个地道的合成词。Mox Bank 由渣打银行连同香港电信巨头电讯盈科和香港电讯，以及亚洲最大的线上旅游供应商 Trip.com 携手建立。于2020年9月成立的虚拟银行，却是一间银行和电信公司的复合体。同 WeLab Bank 一样，该行能够为每个账户提供高达50万港币的赔偿保障，但是仅支持本港居民个人开户。虽然服务覆盖面不大，但是 Mox 目前最大的特色就是能够为本港居民提供全亚洲首张全功能实体信用卡，刷卡返现还高达2%到3%。各方面的积分也都是香港最顶级的。香港虚拟银行竞争激烈，上述8间银行都在不断的推出开户和消费优惠抢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定期上他们的官网了解有没有最新的优惠政策。在选择虚拟银行的时候，记得考虑清楚自己的理财和日常消费需要，从而做出比较选择。对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来说，你会选择哪一家虚拟银行呢？欢迎在屏幕下方的留言评论区分享您的真知灼见。顺手牵羊，一个关于无国界资产管理和生活方式设计规划的频道。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说不定本频道的更多视频也会很对你胃口，所以请一定要帮我们按个喜欢以及订阅我们频道，也别忘了留言哦。顺手牵羊每周更新，我是Sean，我们下期见，拜拜。